盘点2022中美博弈的3次激烈交锋，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家好，我是薛云华。中美博弈被热化，2022年中美这3次激烈交锋，谁是最后的赢家呢？2022年已经结束，在过去的1年中，中美高层虽然互动不断，但双边关系仍陷入僵局，甚至还几近破裂。总的来看，2022年中美博弈主要围绕3大话题。第一，北京冬奥会，美国对华掀起一场舆论战。这场舆论战早在2021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酝酿。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夕达到了高潮。这场舆论中，美国炮制虚假信息，借用所谓的人权问题煽动盟友阻挠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但结果证明，美国想要以意识形态划线，用冷战手段对华发动舆论战，不得人心。除了少部分美国的跟班外，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表达了支持。多国政要还以出席开幕式的方式力挺中国。这次舆论交锋，美国完败。第二，佩洛西串台，中美险些摊牌。去年8月份，与拜登同属民主党的佩洛西以众议院院长的身份串台，致使中美政治关系急转直下。对美国极为恶劣的挑衅行径，我们做出了2方面的回应。一方面举行了大规模的环台军演，军机以及军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突破所谓的海峡中线，抵近台湾本岛，导弹穿岛而过，对台形成了紧密的包围的态势。这期间，美国未敢做出军事回应。另一方面，我们对美国做出强力的反制。时至今日，中美多个领域的对话也未能完全恢复。从结果来看，我们借此危机成功抹掉了海峡中线，并进行了最为完整的攻台演练，为两岸统一大大提速，并促使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民进党在这次9合1选举中惨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切实际的谋独口号被我们用实际行动彻底粉碎。能够与大陆建立沟通的国民党因此得到了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不过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考验。佩洛西串台引发的破窗效应已经显现。如今刚刚当选的麦卡锡很有可能会在近期串台，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第三，美国对华掀起的科技战，半导体领域成中美博弈的关键话题。在过去的1年里，美国在科技领域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围堵力度，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一方面，美国联合日韩以及台湾地区，意图对华构筑半导体的壁垒，将大陆挡在中高端半导体市场之外。另外，美国利用单边制裁的方式，把我国大量的半导体企业纳入制裁清单。客观来说，美国的做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但同时也给我国半导体企业腾出了一大片的市场，变相帮助我国半导体产业加速实现自主化。我们回顾2022年中美3次激烈交锋，美国在遏阻中国崛起时越发力不从心。我们用中国人的智慧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们展望2023年，美国必将会对华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我们必须放弃幻想，随时做好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准备。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